打完这通电话以后，他就消失了。你儿子不见了，消失了，干我什么事啊？万万没有想到，那就是他最后见到他儿子。欢迎来到 Hi Day， 我是台湾妞，我是今天又到了社会新闻的单位了。今天要讲的是一个 BJ 杀人案。我觉得韩国的 BJ 文化是比台湾再盛行一些。所谓的 BJ 呢，就是指直播主，比较有名的直播平台，比如说像 Africa TV 这种，他们主要是以大家的抖内为生嘛，会有很完整的抖内机制，因为他们已经行之有年了，然后也会有办一些 fan meeting 啊这样子的活动。今天要讲的这个呢 ，BJ 把他粉丝给杀掉的事件。把粉丝给杀掉，对，是不是很适合我们频道？要不要来 fan meeting 啊？在2022年的2月的时候呢，有一位我们称之她为 A 小姐，她接到她自己的儿子打来的电话，儿子我们就称之为 B。妈妈，我现在就有一点事情，所以我可能短时间没有办法回家，就是跟您请安啊，打招呼。因为韩国人有回家请安的文化在，他就说现在是2月嘛，那我大概2个月之后再回家跟您打招呼。我打完这通电话以后，他就消失了。儿子没有很大，但就是有自己的生活能力。正确他的年纪没有写出来，他就真的就消失了。那妈妈中间有企图跟他联络不上，但妈妈就还是这样等到了4月。等到4月1号的时候，他实在忍不住了，时间到了，还是找不到儿子，儿子也没有打电话给他，所以他就打电话报了警。像这种状况跟警察报警，那他又有打电话过来说会消失一阵子，韩国都会讲说可能就翘家啊、离家出走啊，通常警察是不会开启调查的。但是因为妈妈呢，她有很明确的说自己的儿子呢跟有一个有名的 BJ 这边是有联络的，然后这个 BJ 呢之前就有做出一些非常奇怪的行为，所以他怀疑自己儿子的失踪呢跟这个 BJ 是有关系的。BJ 是男生女生？男生。以这个为线索让警察去查，警察呢觉得听起来的确蛮奇怪的，也是有蹊跷，所以警察就帮助一起协助了调查。这个 BJ 韩氏呢，他就是一个直播主。那这个儿子 B 呢，他平常呢热衷于看这个直播主的影片，其实很常互动的粉丝啊什么的，看久了他们都会知道账号啊。根据这个妈妈证实是说呢，这个 BJ 跟自己的儿子呢，算是有在互动的，是有多亲密呢？他说自己的儿子是常常会到这个直播主的家里玩的。其实，在他找不到儿子的时候，他有去过这个 BJ 家，去敲门说可不可以请我儿子跟我联络。然后呢，那个 BJ 连门都不开的跟他说：“你儿子不见了，消失了，干我什么事啊？”然后他连门都不开的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他完全没有想要帮助这个着急的妈妈。警察就根据这个线索查手讯发讯位置，就发现那个发讯位置就在那个 BJ 家。妈妈就跟这个警察一起去了这个 BJ 的家。一开始妈妈去的时候 ，BJ 又一样不开门，那一直到警察表明说他们是一起同行的才开了门。他又讲了一样话，就说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警察就说，可是我们查到他的手机讯号在你家。BJ 就很扯的，他就讲说手机讯号在我家哦，他前几天是有来过，他可能拿了我的手机走了，因为我找不到我的手机，还马上说，你看他的手机在这里。是不是很好怪？就很奇怪。他那天来我家里，然后就说他要去找素草的一个朋友，就离开了。他还形容了说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，看起来他很像有想要协助办案的样子。可是他就还嘻嘻笑笑说我最近啊有在警察的韩剧里面做客串角色啊，那像发生这种事情的话，我一定是要协助调查的啊，很不符合当时的氛围嘛。警察就已经觉得这个人有一点奇怪，但是呢也没有特别可以再依循的证据，所以警察就先前往素草。姑且称这个朋友为 C 男，一开始也是说我不知道 B 男来找我的事情啊。后来他要改口说 B 男有来找他，警察就觉得他证词反复跟态度就是有事情在隐藏，警察就开始决定对他施压，觉得他一定知道一些什么，就对他说你要想一想之后再查出来的话，我们就会以伪证起诉你。他妈妈已经找他找了这么久了，已经有2个多月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了，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妈妈找不到儿子的心情嘛，软硬兼施的这样子去说服 C 男，最后 C 男才终于做了一段口供。B 跟 C 2个人呢都是那个韩姓 BJ 的粉丝，之前呢办了一次粉丝的活动，让他们去他家，然后可以跟他一起互动玩耍，就是在那里一起认识的。后来他们彼此之间就会常常联络。那他说 BJ 家有一点奇怪的地方是，其实他已经结婚了，家里面呢有2个小孩，那2个小孩是高中生。韩姓 BJ 他自己本身才26岁。
他的老婆呢才24岁，但家里面却有一男一女的高中生，称之他们为爸爸跟妈妈。超怪的啊！后来得知那2个高中生是离家出走的那种无家可归的小孩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家会有一种像是扮家家酒一样的，他们称 BJ 的夫妻档为爸爸跟妈妈。他的老婆是姓金，我们叫他金氏。B 男不是有打电话给妈妈说会消失一阵子吗？其实 B 男就去住到了 BJ 韩氏的家里，2个高中生，然后他们这一对年轻夫妻全部一起住在一起。那有一天呢 ，BJ 就突然打了视讯电话给 C， 内容呢却是在拿棒球棍啊、各式各样的东西啊，疯狂的殴打 B 的画面。而且他说 B 那时候已经瘦骨如柴，然后全身都是淤青，边打还讲说：“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个 Seki 这个狗崽子给杀了。”打一打，过没多久了以后就把电话给挂了。在这之后呢，他又再打了一通电话给 C， 被我打死了，现在要怎么处理？然后 C 当下也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就只是很反射性的说：“那是不是要装到行李箱里面丢一丢啊？”好，你说的哦，他就真的准备了一个行李箱，然后再次的打电话给 C， 在整个视讯过程里面呢，把这个 B 塞到那个行李箱里面。C 这样算共犯吗？算，就跟他讲说：“那我就照你说的，现在去弃尸喽。”然后就断了电话。根据他的陈述的话，警察可以得知的事情是 ，BJ 有可能把 B 给杀了，并且弃尸了。那首先他们要先找到尸体，他们相信肢体应该就在 BJ 家的附近。不打草惊蛇的状况下，他们先去调查这个 apart 入口处的 CCTV。他们家里面有2个高中生嘛，女的高中生呢姓苏，这个苏姓的女高中生有一天就带了一个很大的行李箱回家。半夜的时候呢，年轻的 BJ 夫妻档拖着那个沉重的大行李箱出门了，大约30分钟之后才重新又回来。所以警察就根据这项线索呢，由他们的 apart 的30分钟的范围之内适合弃尸的地点，他们就去找这所有的范围。那他们住的地方是在水源，最后呢就在水源的桥墩下面发现到了 B 的尸体。3月11号的时候看到他们带着行李箱出门，在4月4号的清晨3点的时候，在桥墩下发现到了 B 的尸体。他是全身赤裸，只穿一条内裤，上半身的地方呢就是有一个木头的站板，就是把它遮在上面。虽然是从3月弃尸到4月，但他的腐败状况呢并没有到完全无法辨认，还是可以辨认出来他身上已经有多处的淤伤，已经瘦骨如柴这样子的状况。他们现在等于是立即找到了线索嘛，他们马上就联络埋伏在 apart 的警察，然后他们就立即上去攻坚。这韩氏之前不是就是一脸就不干我事啊，可是意外的去逮捕他的时候，他却非常的平静。警察进去的时候，警察比较傻眼的是呢，里面呢就是有讲这一对年轻夫妻，然后这2个高中生嘛，他们还生了一个小孩。真实的生了一个小孩，这样加起来就5个人。可是他们住在一个不到20平的房子里面，地上很脏乱。警察是说里面还有动物的排泄物，因为警察没有办法判断那个是人的排泄物还是。所以他们有养宠物吗？没有宠物，判断应该是人的排泄物，但是警察就是以动物的排泄物。另外，他们格局里面还有隔出来一个小房间，那小房间里面全部都是垃圾跟杂物，然后臭气熏天。猜测 B 男应该就是被关在里面。警察就难以想象说，2个成年人、2个高中生跟一个婴儿，外加还有这 B 男，全部都塞在这个这么小的房子里面，生活条件跟卫生条件都非常非常的差，怎么会有人过这样子的生活？婴儿好可怜。对呀，然后他们就把全部的人都带走了。这个 BJ 呢，他一开始就是完全全盘否认，我承认我有殴打他，但是我并没有把他杀死。当然啦，电影里面也都会演，他们4个人就互相推脱了。我没有，我就只是打他2巴掌而已。我没有，我就只是拿行李箱而已。一直到法医后来去验尸了以后呢，确认他的肋骨有多处地方的骨折，甚至于非常难骨折的脖子这边也有骨折，头部有多处重击的痕迹。但是最主要的，他的致命伤呢是掐死的，窒息而死。也就是说，他整个过程里面他是被虐待，长期虐待完了以后，最后把他勒死。那警察呢就可以全面的搜索现场了嘛。那个 BJ 不是讲说 B 把他的手机拿走了嘛？后来就在现场找到了韩氏 BJ 本人的手机，证据确凿的就是呢，那个手机里面有全部他虐打这个 B 男的影片，证据确凿的就把他们起诉了。到底为什么 B 男会让他们去虐待自己变成这样子呢？
这个 B 男呢，他其实本身呢是有一点点情绪障碍，有轻微的智商低下。综合起来，他其实长时间都有在服药，从小到大他就是一直被这些所困扰着。他后来开始看这个韩信 BJ 的直播，其实算是他人生里面很大的乐趣，他就变成了忠实观众。这个 BJ 他做的影片呢，主要就是让人家可以点歌，然后他就会播放这些歌给大家听，唱歌这样给大家。这其实算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嘛，他就开始会办活动啊，就说啊，忠实观众呢可以来跟我互动。B 呢，他后来就抽到了，在2022年的12月24号的时候，他就去了这个 BJ 家一起度过了圣诞节之夜。对他来说，当然是有一种哇很棒的事情，这样子自己最喜欢的 BJ 真的会在他眼前。BJ 这一对夫妻档，他们就有发现说 B 男呢，他好像不是很正常，可能智商低下，发现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这件事情。那一般人如果看到这种状况的话，应该是会多照顾他一点啊，或什么的。这个对夫妻却开始打起了歪脑筋，开始想办法，想要把这个 B 男从他的家里独立出来，让他跟家里的关系变得不好，就是有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感觉。哎呀，以后啊，你就叫我哥就好了啦，有事情都找哥哥。来家里玩的时候就会说啊，那你今天就睡了再走啊，对他很好，然后煮饭给他吃，弄东西给他吃，没事你就睡在这里啊，什么之类的，就慢慢要把他吸收进来，就像他吸收了那2个高中生一样。那他为什么要吸收他呢？熟了以后呢，他就会开始用他的身份证去办网路啊，办手机啊，办各式各样的东西。如果你在韩国生活，知道你如果办网路啊，或是你买一个什么东西啊，都会有礼券。你买台湾大哥大的网路好了，可能就会给星光3月的礼券30万。所以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，一直去办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包含信用卡等等的，就让他一直扣他的钱。反正信用不良的会是 B 男嘛。那这个 B 男呢，虽然有一点些微的智商不足，但是他也是可以感觉到人的恶意，所以他有一阵子好像就有察觉到什么事情，他其实是有打电话给妈妈，跟妈妈讲说，我以后不要再跟这个 BJ 哥哥来往了，他是坏人，妈，我觉得他有一天可能会把我给杀死。听到了这以后，妈妈就很惊讶，所以妈妈有一阵子就很强力的隔绝，让 B 男完全不跟 BJ 接触，不让他再去 BJ 家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 B 男又开始去联络 BJ， 然后去 BJ 家。他们推测有可能是那个 BJ， 他虽然没有办法直接跟这个 B 联络，但他可以透过他的直播喊话，好想你啊，你最近在干嘛？人有时候生气气一气，你可能过了那个气头以后，就会觉得啊，其实事情也没那么严重嘛。所以 B 坏又开始跟这个 BJ 联络了。但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妈妈当然会很担心啊，所以妈妈就会打电话给 BJ， 跟 BJ 讲说，你也知道我儿子的状况，他其实长时间都要服药，是很需要照顾的小孩，可不可以就请你不要再联络他？可是这个 BJ 就是没有要理妈妈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 B 吸收过去，当成他的奴隶。BJ 就开始变本加厉，他甚至于跟这个 B 男讲说，我那一天本来要去面试一个年薪4500万的工作，但是因为你妈打了这通电话来，在那边跟我讲东讲西的，导致于我面试没有考上，害我损失了4500万，所以你要负责把妈妈的钱还来。B 他的状况并不是正常的状况，然后他又有点温水煮青蛙，在心里诱导他。B 男就觉得他应该要还这个钱，他就去帮他报了一个物流公司里面的工作。B 男真的就去物流公司里面工作了，但是呢，他的薪水是直接进到这个 BJ 的账户，这就正式的进入了奴隶的阶段了。B 男就开始帮这个 BJ 赚钱，然后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。中间呢，其实这个 B 男也是有逃跑的机会的。他们其实在2022年的2月的时候呢，中间有一度是有去这个 B 男的奶奶家的。为什么要去奶奶家呢？因为奶奶就会说啊，我爱乖孙，然后就会给他米啊、泡菜啊、小菜啊，一堆夯不啷当的东西让他包回去。BJ 呢，就是想要拿这些东西。现场他们其实有遇到 B 男的妈妈，就有说要把儿子留下来什么之类的。那 BJ 就是我把他照顾得很好啊，他现在跟我一起生活以后又有工作，然后我们大家又一起吃饭，我还教他做家事，讲自己是一个和乐大家庭这种感觉。所以妈妈当下也不好说些什么。万万没有想到，那就是他最后见到他儿子。然后在3月份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家里的4个人，他们就会以 B 男的行为不讨他们喜为由，各种的理由去对他拳打脚踢。那4个人都有打他，对，包含那2个高中生。而且呢，他们在 B 男死掉了以后，因为 B 男不是3月份其实就已经被他们弃尸了嘛，4月份妈妈才去找人，中间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。这段时间里面，他们还一直用他的手机做各种结账。韩国的网络购物你是可以用手机结账的，到时候会变成你的手机账单里面一起结，只要用你的手机收个简讯，你就可以结账，不用信用卡也可以结。他们那段时间就不停的用他的手机做各式各样的小额结账，就是完全没有反省这样子。甚至于这个男生他还很正常一般的在他 SNS 上面活动，继续做他的 BJ 工作这样子。所以打死他的契机是什么？
没有他做的事情没送就走这样。最后4个人呢，以杀人罪、协助杀人罪、弃尸罪被起诉了。这个 BJ 男子呢，他是30年的有期徒刑，出来以后还要再带15年的电子脚镣。然后我觉得他的太太判的有点少，他太太只判了2年。高中生因为他们俩是未成年嘛，苏姓女子的话，她是被判最长4年，最短2年，就是她可以2年之内就出狱。然后一起殴打的那个高中生呢，是被判15年。怎么差那么多？因为他可能下手比较多，这就是最后起诉的结果。这个案子我会想要做，是我很难想象怎么会有网红用自己的身份勾引粉丝到家里来，然后把他变成奴隶，把他给杀了。而且粉丝是很喜欢自己的人啊，然后外加他是一个智能不足的，你不是应该要多关怀他吗？这件事情让我有点傻眼。而且有粉丝的 BJ 的话，其实他就好好做他的工作就好了。又是结婚有家庭，反正我整个家庭的结构，我觉得所有人都有病。他们有一个小孩，对，然后小孩在那个环境，而且他们全部人被去关，那个小孩子应该就是送养。一定的啊。这个案子就是一群乱七八糟的状态，那个 BJ 26岁，蛮年轻的啊，所以他有 psychopath。这些都没有测，是不是很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个案子？以上呢就是这次为大家所准备的 BJ 杀人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Higher Day。我是台湾妞，拜。看他睡，我好想睡。你醒醒啊！哦，他看起来睡得好好。对啊，怎么可以这么可爱？一起殴打的那个哦，不好意思啊。